過太多戰役，夜照正濃在叫晚風轉色。王者的戰績，稱霸只差單隻，任性地全部豁出變無敵。還像顏色，這世界是我天生擁有的。猛風笑冷戰更冷，我在和你，在處心在角力。成敗也相差一線，雷電又再閃三箭，從未見執起弓箭，還在笑，才發現驚天的變遷。朕不想因为运河一事毁了一个千年古镇，此举恐怕有偏袒汉人之嫌。皇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稳定两族关系。这只人参王，你尽快带进宫中，送给皇贵妃。既然王爷那么在乎你，我就帮他，亲手交给你。二福晋吩咐小明去买香囊和松丝叶。松丝叶，孕妇忌服。何以皇贵妃会无故滑胎？不是已经查明皇贵妃是被惠妃下药加害吗？当中还有可疑之处。我在惠妃尸首的指缝中发现一根金线，而这根金线应该是属于3品以上的官府。还有，以惠妃区区一个弱智女子，照理没能力能够一刀自插入骨而死，所以行凶者应该是会武功的人。惠妃是死于御花园，皇宫守卫森严，能够在进宫进出而又会武功的，就应该只有御前侍卫。莫非惠妃并非畏罪自杀，而是另有内情？我已经查过侍卫营当晚的值班表，可疑的御前侍卫有6个，而当晚位高3品的就只有哈善一人。你怀疑是哈善干的？对了，最近宫中有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发生？最近皇贵妃要养胎，很少见我们，其他的都很正常，没有异样。那二福晋呢？我上次看到二福晋是在月星斋，在皇贵妃出事之前一天。当时五福晋和皇贵妃怀有身孕，所以席间聊了很多怀孕的事。五福晋还说了很多禁忌，譬如山楂、珍珠粉，最重要的是要小心松丝叶。松丝叶，它是一种草叶，有凝神安眠的作用。有些人呢喜欢放在香囊里随身佩戴，不过怀胎的妇人，尤其是身子虚热者，万万不能使用，因为闻得多呢会引致滑胎。所以我们以前在白喜堂卖松丝叶的时候，都会千叮万嘱客人千万别让怀孕的妇人接近闻到。那松丝叶有什么特征？在日照之下会有挥发的作用，会熏黄附近的地方。那在事发当日，二福晋神态可有异样？当日二福晋的确是好像心事重重，很多烦恼似的。多宝，我有件事想问你，在出事那一天，你有没有怀疑过我？没有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。那就好了，如果你有，我会很伤心的。虽然发生了那么多事，但是皇上毕竟是我亲哥哥，皇贵妃是我的亲嫂嫂，我不会伤害他们的。这点我绝对相信，因为你本性善良，你绝对不会做这种事。谢谢你啊，在宫中就只有你最了解我。对了，这件事事关重大，你千万别泄露出去，包括皇上和你的皇兄。好了，我该走了，你保重。大人，大人，你想买什么药材啊？小人的药材呢，货真价实啊。我不是来买药材的，我想问老板，最近有没有人买过松丝叶？有几个人来买过的。
那老板应该记得有什么人来买过。都是附近的老主顾啦，绸缎庄的人啦，和州府的老管家啦，还有裕王府的婢女小明姑娘啊。那你记不记得小明姑娘何时来买的？应该是初二那天。很痛啊，我的肚子很痛。放有松丝叶的香囊在这里，本王交还给你。真没想到你会这么做，是你害皇贵妃滑胎的。你竟然满怀心事，言行有意。我向下人问起，才知道你叫小明去买松丝叶再缝制香囊。幸好本王及时把所有放松丝叶的香囊偷天换日，再命哈善放走惠妃，替你顶罪。否则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不过你要知道，本王不想这么做。王爷不想，那桂纶难道就想吗？桂纶从来都不是蛇蝎妇人，如今加害的是自己亲表姐，我内心有多痛苦，多么难受。王爷，你知不知道？王爷，你有没有问过一句为什么？你这么做是大错特错。幸好本王早着先机，换走香囊，否则东窗事发，不止你和我，还连累岳父大人、保泰，甚至满门抄斩。王爷要怪妾身，那就只管怪。桂纶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王爷你一路被皇贵妃这个妖媚女子迷惑着。她胎儿不稳，你尽心竭力地帮她找高丽人参，你对她关怀备至，那我这个福晋呢？桂纶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你不用再装模作样，你们一早就有了私情，她怀的可能就是王爷的骨肉，这个孽种我不想见。阿玛一直站在门外，听到你所说的话，原来福全所言非虚，你真的胡思乱想，妒火中烧，竟加害皇贵妃，这是罪大恶极的死罪啊！阿玛，你别相信他，他是负心汉，是他辜负了女儿，如今却先发制人来数落女儿，离间我们父女之情，你别相信他。福全早就已经向阿玛交代清楚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是执迷不悟，再这么下去，只会家无宁日。你为什么宁愿相信他，也不相信自己的女儿啊？阿玛相信你又如何？你现在闯的是滔天大祸。请岳父大人放心，这件事，福全已经妥善安排。来人，是王爷。带福晋回寝室休息。岳父大人，你别怪桂纶，要怪就怪福全。福全和皇贵妃当年的确有段青梅竹马之情。桂纶知道之后，一直耿耿于怀，一直捕风捉影。不过福全扪经自问，我心里只有桂纶。这次桂纶犯下滔天大罪，福全不惜一切帮他掩饰。不过皇上仍要严查此事，万一事情被揭发，我们一定万劫不复。但是你用惠妃来做代罪羔羊，同样是死罪。为了救桂纶，福全没得选。事已至此，岳父大人手上正红、正蓝两旗，万万不能交还给皇上。岳父大人身体抱恙，何不趁机向皇上启奏，把两旗交给福全，再由保泰继承？只要我们手握兵权，就算将来皇上追究，
我们也可以拥兵自保，退守关外。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。好，那本王只好不顾太皇太后的反对，直接向皇上陈情，就把两旗交给你。成亲王想掌管正红、正蓝两旗，之前你不是想隐退吗？这么快就改变主意了？回太皇太后，臣确实有这个打算。近日，臣的副将为臣找到一种培元养气大补丸，对气喘很有疗效。臣服后，病情确实有见好转。既然成亲王有此良药，哀家也替你高兴。谢太皇太后，臣深受皇恩。既然臣尚有能力掌管两旗，为皇上及大清尽忠，希望能够多报效朝廷几年，望太皇太后成全。成亲王忠君爱国，哀家不胜感激，怎么会反对呢？交还两旗之事，容后再议吧。没其他的事，就退下了。谢太皇太后，臣告退。哼，这个成亲王，出尔反尔。成亲王一直是太皇太后为尊，当日太皇太后反对成亲王把两旗交于豫亲王继承，成亲王不敢有任何异议。成亲王交还两旗，最大得益的应该是福全。成亲王对福全言听计从，也就是等同两旗落在福全手里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让福全掌握兵权的。本王知道，纳兰性德对惠妃之事仍有所怀疑，所以已经找到新的证据，可以消除纳兰性德的疑虑。你向皇上禀报，事情便可作结。我在惠妃身上发现一根金线，这根金线是属于御前侍卫的3等官服，而当晚当班的3等侍卫只有一个，就是哈善。而且我还查探到，二福晋最近举止古怪。倘若我没猜错，应该是王爷命哈善找惠妃做替死鬼。王爷这么做，是为了要帮一个人掩饰。这个人应该是二福晋。聂兄弟果然智勇双全，这么少的线索就查出整件事。没错，是二福晋做的。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做，聂兄弟不必多问。那运河改道一事，皇上一心一意为了天下百姓，但你却从中作梗。我帮你进南书房偷密函，你却借此制造满汉矛盾，令皇上为难。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很明白，但是怎么都不能殃及天下百姓吗？也许你认为为兄为求目的不择手段，但是我是迫不得已的。坦白说，我已经不是很清楚你到底想干什么。我甚至问过我自己，究竟我还应不应该帮你？聂兄弟不必担心，我怎么会害皇贵妃呢？我和你都很清楚，我们的共同敌人是太皇太后，是她夺我江山，是她害死你爷爷，害死你爹，害死你养父养母。太皇太后权倾朝野，我们只好对付康熙。只要本王夺回皇位，一定为齐家讨回公道。对付太皇太后，我非常乐意。但是皇上是一个好皇帝吗？怎么可以加害他呢？要成大事，就要有所牺牲。大清的江山本来是我的，我这么做，只是拨乱反正，问心无愧，对得起大清列祖列宗。若是你认为为兄是错的，你去告诉康熙，为兄不会怪你。不过，齐家的仇就没机会再报。
经奴才再三追查，发现，在皇贵妃娘娘中毒当日，在李仁宫负责膳食的小太监，因为赶着跟御药房的太监赌钱，所以行事匆忙，连惠妃娘娘的房门有没有锁上都不记得。至于御药房的太监，同样因为只顾赌钱，没有留意到有没有任何人潜入御药房。奴才相信惠妃娘娘因此成功偷得血劫。这帮狗奴才，居然如此失职，一定要严惩。至于皇贵妃娘娘的香茶，是由御膳房准备，再由宫女送往景仁宫。不过那日，当班的太监因为吃错食物拉肚子，有1刻钟离开了御膳房。到他回去的时候，香茶已经送出了。奴才相信，惠妃娘娘是趁这个空隙，在香茶里下毒。惠妃来去自如，那守卫呢？由于事发时正值侍卫换班的时节，所以除了宫中主要的城门和通道，一些小路和偏僻的地方的确略有遗漏。皇上，此事的确是臣等一时疏忽，望皇上恕罪。平身。谢皇上。皇贵妃这次的事，可能是天意，天意呀！皇上，奴才认为这件事仍有可疑之处。荣若，算了，算了，朕不想再在这件事上面纠缠。朕看到你和多宝对朕如此忠心，朕很安慰。你们退下吧。这。两位大人，请慢用。今天难得纳兰大人你相邀把酒言欢，那我们就平辈论交。那我就称呼你一声聂兄弟。好，兄弟，先敬你一杯白马驹。好，好，好。那聂某先干为敬。对了，为何纳兰兄弟也会得知这家小酒馆呢？聂兄弟不必觉得奇怪，十里轩看似是一家普通的小酒馆，其实是卧虎藏龙之地。在下也是这里的常客，当然还有玉亲王和聂兄你。是，当日和王爷在这里萍水相逢，大家把酒言欢，总算是略有交情。但是为免侍卫营的人诸多揣测，所以我们都低调处理。在下并不是说聂兄是靠裙带关系才能够平步青云，聂兄能够得到皇上赏识，当然是全凭真才实学、机智勇敢，才能够成为金刀侍卫。在下自叹不如啊，还望聂兄多加指点。哎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！你我都是为皇上办事，但说到经验，在下真是万万不及纳兰兄弟。经验乃是累积得来的，在下只是多侍奉了皇上几年，做一个忠诚的奴才，以皇上为依归，把皇上的安危看得比自己的性命更加重要。果然正气凛然，志气不凡，难怪深得皇上器重。客套话不必多说。对了，聂兄，为何你当初会想当御前侍卫？想当日，皇上推行满汉一家，还破格准许汉人投考御前侍卫。我深知皇上乃是一代明君，所以我决定投考御前侍卫，打算报效朝廷，为皇上出一份力。说得好，就好比这幅画里面的大鹏鸟，能够飞出画外，大鹏展翅，一飞冲天。所谓男儿多壮志嘛。对了，纳兰兄弟，你呢？你又为何会当御前侍卫？其实你的文才足以独步天下，何不在翰林院当个文官呢？小弟自小喜欢舞文弄墨，也喜欢舞刀弄枪。
虽然父亲贵为朝中的重臣，但是我是凭真才实学得到皇上的赏识。侍奉明君，绝不能有半点私心。故此，皇上信任我，把最机密的任务都交给我去办。表面上我们是主仆，其实皇上也视我为亲人，是兄弟。果然正直不阿，难怪满朝文武百官，就连你爹纳兰明珠大人，也因为你的大公无私而敬你3分。要做到大公无私，何其难也！后宫人脉错综复杂，侍卫营党派林立。实话跟你说，聂兄这次一口咬定惠妃毒害皇贵妃娘娘。虽然小弟没有实质证据证明你所查有所偏差，但是我一定会查下去，绝对不会让人欺骗皇上。其实你我同为御前带刀侍卫，试问我又怎么会隐瞒皇上犯欺君犯上之罪？聂兄记得自己是御前带刀侍卫就好，你拼死救过皇上，我当然相信你。不过你要记住，穿上御前侍卫这套官服，就要忠君爱国，以皇上为依归。若是在下对皇上有所隐瞒，聂大人，那你会不会念在我们的交情，放过我？绝对不会。不过我同样相信，纳兰大人你忠肝义胆，绝对不会做一些对皇上不利的事。好。今天我就记住聂兄所说过的话，干杯！干！皇上驾到！臣妾参见皇上。免礼，免礼。谢皇上。你身子虚弱，坐下来。爱妃，你今天脸色好了很多，朕就安心了。谢皇上。太医也是这么跟臣妾说，还说再过几天臣妾应该可以外出散步。实在太好了。爱妃啊，你要好好的疗养，尽快康复。朕要如期举行册立皇后大典。奴婢恭喜娘娘。臣妾对不起皇上，保不住龙胎，实在不配册封为皇后。爱妃，你不必自责，错不在你，要怪就怪朕，怪朕当日姑息惠妃，令她有机可乘，伤害了你。是臣妾掉以轻心，才会发生这种悲剧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不要再放在心上。你现在应该收拾心情，你还年轻，以后必定能为朕多添几个小阿哥。皇上对臣妾真是无微不至。皇上龙体清简了很多。今日宫内宫外的确发生了很多事，朕为这些事也有所烦忧。不过不要紧，当下最重要的是爱妃没事。皇上不必担心臣妾，皇上一定要小心。小心什么？哦，臣妾是说，皇上一定要保重龙体，小心身子。朕一定会。奴才参见格格。聂统领，又来御花园巡逻啊？这是职责所在。格格手指没事吧？啊，之前修剪盆栽，意外被花枝插伤，是皇额娘亲自为我包扎的。她一看到我流血呢，就紧张的说要帮我止血。她一边包扎呢，还一边哭，叫我千万别有事。虽然包扎的真的很难看，但是我看得出来，她是真心关心我。那太妃娘娘毕竟是你的亲娘嘛。其实之前发生了那么多事，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恭亲王和皇额娘他们。但是日子久了，原来他们每个人都对我很好，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外人。格格能够一家团聚，朕值得恭贺。但是其实在我心里，依然很怀念爹，
很怀念白喜堂和在大石栏儿过的开心日子。其实奴才也很怀念在大石栏的岁月。对了，今天没看见那位嬷嬷。可能是太皇太后觉得我没有不轨企图，所以把她撤走了。这也是件好事，起码不会再有被人监视的感觉。没错，以后我可以专心一意想办法帮皇额娘。太妃娘娘有什么事？自从惠妃因为毒害皇贵妃而自杀之后，皇额娘的情绪变得越来越不安，经常都狂性大发，说有人要毒害她。我对药理也有一点认识，希望能找到一些偏方来帮助皇额娘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格格，不好了！奴才参见端敏格格，太妃娘娘在月心斋狂性大发。小心了，太妃娘娘！太妃娘娘！啊，你抓端敏去哪儿了？快说！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啊，太妃娘娘，在哪？我没有啊。太妃娘娘，没事吧？端敏一直留在本宫身边，怎么会不见了？哎呀，有人想害端敏呢！快说，他在哪儿？太妃娘娘，你告诉我他在哪儿？皇额娘，啊，端敏在这里，端敏没事啊。端敏，你回到皇额娘身边好了。刚才太妃娘娘睡醒了，看不到你，就到处去找你。皇额娘，端敏只是怕打扰皇额娘休息，所以暂时走开一下。这里是禁宫，到处都有侍卫看守着，端敏怎么会有事呢？太妃娘娘，禁宫之内到处都是御前侍卫，我们会竭尽所能保护格格安全。御前侍卫，他们呢，全都是太皇太后养的恶狗，是来害我们的。惠妃死了，皇贵妃滑胎，全都是太皇太后派人做的。太皇太后讨厌谁就害谁，下一个就是你和长宁啊！不会的，皇额娘，太皇太后和我们是一家人，她不会害我们的。我知道天大的秘密，天大的秘密。二哥福全才是真命天子，甚至你告诉我说要把皇位交给他。太皇太后不想被人知道，皇额娘，因为她要只手遮天。太妃娘娘，这些话不可以乱说的。来人，太妃娘娘受惊，护送太妃娘娘回宫休息。是。有恶狗来抓我，他们是来帮我们的。不是，皇额娘，皇额娘，你冷静一点。皇额娘，你相信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。哀家听闻小盒子复述说，太妃口口声声说知道哀家的秘密，还说哀家只手遮天。太妃胡思乱想，才会胡言乱语。福全已经下令所有太监宫女不得将太妃这风言风语散播出去。太皇太后德高望重，为大清鞠躬尽瘁，没有人会相信太妃失心疯之言。平身了。谢皇祖母。禀太皇太后，太妃病情未见好转，长宁寝食难安，斗胆请求太皇太后恩准太妃回我恭亲王府休养，同时恩准端敏一同回我府中照顾太妃。宫中有太医照顾太妃，不需要出宫休养啊。何况端敏也可以照顾太妃，不需要离开宫中的。皇祖母，太医诊治太妃多时，非但未见好转，病情日趋严重。福全听闻坊间有道偏方，曾经治好失心疯，请皇祖母恩准太妃出宫治病。玉亲王，你认为太妃一定能够治得好吗？福全不敢。皇祖母，太妃病情反复，长宁又公务繁忙，不能够时刻照顾，所以照顾太妃的责任就交给武福晋。如今建成身怀6甲，进出宫中恐有不便。永和宫地方宽敞，又有太医照应，要是武福晋能够搬来永和宫的话，也可以带长宁你一尽孝道。再加上端敏的照应，岂不是更加妥当？不过那就难为了端敏你了。照顾皇额娘和武福晋是端敏的责任，怎么会辛苦呢？既然端敏都这么有孝心了，那就即日叫武福晋搬来永和宫了。谢太皇太后安排。既然有这么多人照顾太妃，那你们就好好的看着她，
不要再让他风言风语，坏了宫中的规矩。臣孙知道。臣孙告退。你们也退下。太皇太后英明，三言两语就留住太妃和端敏格格，还留下武福晋在宫中。总之，绝对不能让太妃跟端敏出宫。以为用太妃的风言风语做借口就可以离开吗？休想！为何太皇太后还是不肯让皇额娘和端敏出宫？如今连建成也要留在宫中，这一太想干什么？王爷别动怒，太皇太后之所以这么做，也是想我们有个照应。何况宫中有太医照顾也没什么不好。武福晋实在太单纯，只可惜事实比想象凶险得多。五哥，端敏，皇额娘怎么样？皇额娘已经安睡，之前在月清斋发生的事，她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。我相信她醒来之后应该会冷静了。不过太妃再发作，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就说今天好了，启莲和我都拉不住她。你现在有了身孕，千万不可以勉强。哎，究竟怎么样才能带皇额娘出去呢？太皇太后一天在宫中，都不会有机会。那么多年来，太皇太后对太妃一直有成见，而你，虽然她夺你齐主之位，不过皇上任命你为九门提督，掌管京城数卫之兵，你在他心中始终是根刺。我自问忠君爱国，为何太皇太后要这么打压我们？太妃始终是太皇太后的心结，所以才讹称太妃已死，把她囚禁在宫中多年。而端敏，要不是我们求情，太皇太后绝对不会放过他。这次太妃一时病发，他就把武福晋留在永和宫，目的就是要钳制你。那怎么办？武福晋，皇祖母可能是想留我们在宫中，未必是软禁这么严重。如今武福晋怀有身孕，皇额娘又失心疯，五哥鞭长莫及，难以照顾。五哥，你放心，端敏会好好的照顾他们的。找我有事？阿玛刚才找过你，知道你进了宫，他叫我跟你说，他将会继续掌管两旗。那真是辛苦他老人家了。对了，岳父大人在哪里？已经离开了京城，是我叫他不用等你。哎，皇贵妃的事，我已经帮你处理了。皇上也决定如期举行皇后册立大典，不要再胡思乱想。我胡思乱想，不像你痴心妄想。哎，以前的事就这么算了。既然岳父大人保住红蓝两旗，将来自会交给本王接管。到时候就如你心愿，带着宝泰到关外生活。你用不着在我面前装模作样，你用不着说什么做什么都是为了我。你只是怕我把你和皇贵妃的事说出去。你敢不敢向天发誓，你做的所有事不是为你自己？我们是夫妻，何必要彼此不好过呢？好，你说，出去跟别人说，跟皇上说，跟太皇太后说，我和皇贵妃的事，也说说，是你毒害皇贵妃，我为了帮你掩饰，污蔑惠妃，杀了她，再做成她畏罪自杀的假象。你说，一定满门抄斩。我不怕死的。不过你阿玛，你娘家100多人，宝泰、裕王府上上下下72口，全部和你一起陪葬。你说我不拦你？你威胁我？你不想他们有事，就乖乖的做我的二福晋，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在你心里，还有我这个福晋吗？是你咎由自取，是你害得曼君那样。你给我进宫探望你表姐，以表关心。要我像你那么惺惺作态，我做不到。是你自己说不去的，本
王自己去。安荣，王爷有何吩咐？给我看着福晋，别让他离开王府半步。是，王爷。其实太皇太后是希望建成能够留在宫中安心养胎的。娘娘的心地真好，又这么年轻，一定能够为皇上多添几个小阿哥。啊，我这里有道平安符，是王爷特地去法海寺求回来给我保平安的。娘娘，你带在身上。我都没事了，需要平安符的是你，不是我。你一定要保重身体，替武王爷生个聪明可爱的小阿哥。这道平安符你还是带在身上吧。皇贵妃娘娘，妹妹先行告退。那好吧。哎呀，建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肚子有一点痛，你一定要保重身子。思乔，你和启莲陪武福晋回永和宫吧。是，娘娘。好吧，建成先行告退了。建成，你们也先行退下，本宫想一个人在此闭目养神。是。曼君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只想知道你的近况。你身体好吗？本宫没事，谢王爷关心。那就好了。后宫凶险，你生性善良，处处为人着想，这样很吃亏的，你知道吗？康熙还打算如期举行皇后册立大典。经历那么多事情，还一意孤行。世上有天意的，天意说了，你们不是天造地设。假如换了我是皇上，你是皇后，就不会诸事不顺了。玉亲王，你……哎，我还没跟你说，岳父大人答应了，把正红、正蓝两旗交给我。太皇太后想反对也没有用。够了！本宫不想再听了，玉亲王请回吧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要和你在一起，我才能够畅所欲言。曼君，你不用怕康熙，他开始倒行逆施，为了区区一个汉人小镇，与满朝满人为敌。大家都说他弃祖忘宗，剥削满人利益。康熙盛世完了。完了！当然，是我有份使他走错这步的。夫君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已经走火入魔了？再这么下去，后果会很严重的。要是你有什么事，你会连累宝泰和桂纶他们的。曼君，你说出心里话了。你关心我，你担心我有事啊。你失去胎儿。可能是天意，天意啊！只要我登基之后，你再为我生小阿哥。不要再说了，我不想再听你说谋朝篡位的话。你没事吧？武福晋来的正好，皇贵妃身子不适，请武福晋代为照顾。本王有事要先行告退。本宫没事。啊，对了，没看见启莲和思乔陪你一起回来。建成想起还没有拿回平安符，皇贵妃娘娘既然没事，建成先行告退。武福晋请留步。你的平安符。
谢谢王爷。五福晋，怎么了？可能是刚才赶着回来，呼吸有点不顺，歇会儿就没事了。你快坐下来，当心。什么事这么赶呢？不就是看到玉亲王和皇贵妃在一起了？二哥和皇贵妃？我一进了月心斋就看到他们在一起。玉亲王说他看到皇贵妃身子不适，才扶着她的。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之前发生什么事和说过什么了。你怀疑他们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皇贵妃刚才也有跟我说她身子不适，我看玉亲王只是正好经过才扶着她的。也有这个可能。进宫是非无日无之，还要发生在二哥和皇贵妃身上。就因为想拿回这道平安符，弄得我差点误会了皇贵妃。哎呀，怎么破了？这是王爷特地求回来给我保平安的。要是他知道，一定会很不开心。五福晋是无心之失，五哥怎么会怪你呢？而且坊间有个说法，符破是帮你挡灾的，你别这么担心了。奴才聂德宝参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小张子，出去守着，别让任何人骚扰朕。这，聂德宝，朕一直很怀疑，开凿运河一事，朕为保清水镇才放弃丰台镇为终点，这事怎么会泄露出去？朕现在终于有点眉目。难道皇上怀疑身边有内应？他是一个很接近朕身边的人，亏朕一直很信任他。聂德宝，你替朕调查纳兰性德。云起天變色，走過太多戰役，夜照正濃在叫晚風轉色。王者的戰績，稱霸只差但這，任性地全部豁出變無敵。還像顏色，這世界是我天生擁有的。猛風笑冷戰更冷，我在和你。在處心在角力，成敗也相差一線，雷電又再閃三箭，從未見執起弓箭，還在笑，才發現驚天的變遷。